又是一场悲剧，一辆高核电车起飞失败。在7月17日，四川成都双流区一辆高核 HiFi X 电车在连续撞断路边3棵树之后起火燃烧。根据视频显示，现场一片狼藉，碎片满地，车子的前脸直接被撞毁了，引擎盖直接掀翻，几秒后就冒起了浓烟，伴随着熊熊大火，浓烟有数十米高，有民众冒着危险用锤子试图砸开车窗救人，还有民众想用灭火器灭火，可是都是徒劳。最后是消防员赶到才将人救出来，可惜的是驾驶员已经不行了。从视频话外音可以听到，有人说看着太揪心了，车里有人被困啊。又是一撞击就直接起火，然后迅速燃烧，一起火车门就打不开，然后就原地吃席了。国产电车真的是要人命。根据资料显示，此款电车为高核的 HiFi X， 网上报价为57万到80万之间，续航里程650公里。高核汽车官方表示会跟进后续处理，但是意义不大了。该驾驶员运气已经很好，有3棵树帮忙做缓冲，也没有连续翻滚，最后却毁在了自燃和车门打不开上。有网友表示，奉劝所有开电车的朋友开慢点吧，因为这玩意一出事，那是真的会爆炸呀。哦，这个车子自动着火了，着火了，自动着火了。我有好大的烟啊！天哪，这灭不熄。这应该是小米 SU7 首次发生冒烟的事件了。在昨天，一段小米 SU7 冒烟的视频突然在网上疯传。一辆小米 SU7 电动车在小区内停放，其车头底部突然开始冒起了丝丝白烟，随着烟雾越来越大，虽未见明火，但是现场还是让人非常的心悸。有目击者惊呼：“车子冒烟了，看着好吓人。”事发后，有人手持灭火器尝试进行灭火，但是没有能有效阻止烟雾的进一步扩散。一直到今天，没有见到小米公司对此事的回应或者是正式声明。小米 SU7 的发布会上，雷军曾表示，小米 SU7 的电池采用行业首发的 CTB 电芯倒置技术，把电芯倒放同时，泄压阀同样倒置。也可以从烟雾冒出的位置看出，倒置是倒置了。可是没说不冒烟或者起火。有网友就表示，别慌，这是小米新研发的雾化底盘，为了给大家营造一种仙境般的驾驶体验。当然了，也有可能是雷军偷偷在里面煎牛排，或者是这个是华为干的，也不是说不过去。会吧？小米 SU7 最近的热度也在持续下降，并且小米 SU7 的二手车也随着之前需要加价才能买到现在的二手车库存积压，给钱就卖。有二手车商就发视频说：“各位老板，小米苏7的二手车行情已经崩了，像这台是一台仅仅行驶了2000公里的小米苏7 Max， 而且还带编号的大顶配版本。那这台车现在评价出是已经卖不掉了，就是29万9是已经卖不掉了。”现在肯定要再往下一点才能出得掉。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？我一开始以为是生产速度变快了，交付周期变短了，但是我去 APP 一看，还是需要30周的提车日期，就是相当于200多天，提车的交付日期还是非常长的。然后我就去问了几个之前想买小米苏7的客户，问他们为什么没有选择这种二手车了。他们说现在在网上去找到那种即将提车的订单，然后再花1-2千块钱找专门修改小米苏7订单的人，就可以把订单的信息修改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去提到第一手的小米苏7了。这种车子一般只需要等待1至2周就可以提车，这比30周节约了太多的时间了，而且只需要花1-2千块钱，所以这就导致了这种二手的需要过一次户的车卖不掉了，对吧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也愿意多花1-2千块钱去购买一个修改订单的车，那样是可以上一手户的，而且同时还有个好处，一手户的小米苏7可以走厂家金融，那个利息是很低的。OK， 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，这台车可以再便宜一点卖啊。插进来我也能刹停，对，能刹停。你看那个车要出来了，我操，这个看，手别管，你手别管。哎呦，我的没事，相信他。我的天哪，不行，好像这就叫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后排乘客真的自信满满，可能遥遥领先4个字已经在心里默念很多遍了。这华为问界的智能驾驶要是撞上了，车主就要付钱维修了。
本质上是辅助驾驶，出了问题，一切都是由车主负责。和上个案例一样，这次也是直接无视直行车辆 ，AEB 主动刹车也没有启动，直接撞了上去了。车主事后表示，还是不能完全相信智能驾驶。按照交规，直行是跌，这次全责跑不了了。但是这两个案例有非常奇怪的一点，首先是 AEB 都没有反应，华为余承东说的自己发明的主动安全刹车。即使油箱踩到了油门里面都刹得住的，这被打脸的生疼。还有就是从车主事后表现看，他们并没有去批评华为的智能驾驶，而是表示自己的努力不够，下次应该多注意，为刚起步的国产智能驾驶多做贡献。当然了，也不排除不这么说的话会被华为的粉丝网暴。有华为问界 M9 车主在网上发视频表示，自己自驾318的路上，因为没有备胎，困在了路上，希望官方重视，后期改善一下。可是却遭到了口诛笔伐。我就提了一个意见，问界 M9 这个车子是吧，它没有备胎，那用防爆胎，你们不用这么激动好不好？还有很多说防爆胎也会这样，防爆胎我最起码可以脱困，我最起码我可以走出去，我最起码不用在那里等拖车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就不要乱说是吧？那我也说了，我也有责任，我也不是说全部怪他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做好准备，那我说了，我只是提个意见，你们不懂吗？啊，那就是我买这个车子，我就连意见我都不能提了呗，是不是？你以为就 M9 这个车子22寸轮毂在这里会爆胎吗？这条路啊，我跟你讲太多了，人家这个修理厂都修不过来，一天就在那里补胎换胎，懂不懂？不要不知道就在那里喷。现在已经过来换胎了，就换个新的。当时这个老板还是挺良心的，他拿回来1480，然后给的我是1600，一点都没坑我们。还有总觉得我来抖音这里就想在抖音这上面挣个钱啥的，我跟你讲，别说我没想过，我就算想过，是吧？那我也得有这个本事啊，对不对？那也得有人喜欢我呀，对不对？你在这逼逼叨叨的干嘛呢你？实在太令我意外了。自从问界被卖之后，华为现在加大力度扶持的应该就是阿维塔了，并且在7月10日还推出了一个华为乾坤智驾体验营，并且在媒体的吹捧中表示，阿维塔全系车系均搭载了华为乾坤高阶智驾系统，在无图城区 NCA 智驾领航辅助、代客泊车等方面，在国内也属于第一梯队阵营。但是在7月12日，就有车主放出了一段视频，并且表示自己差点被华为干掉了。车主在晚上的高速公路上开启了智能驾驶模式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出，虽然是夜晚，但由于有路灯的照明，视野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在超过几辆大货车后，右前方的一辆大货车突然打了转向灯，示意准备变道超车。这时，按照正常的驾驶反应，第一时间应该是刹车减速，等待大货车变道后再做处理。然而，华为智驾却没有这样操作，而是直接朝着大货车冲了过去，差一点就钻到车底下去。幸好车主及时接管，拉回了车辆。事后车主表示，当时有一瞬间真的魂飞魄散。在他接管后，车辆竟然继续加速超车，真是应该感谢大货车的仁慈。这里有2个蹊跷的地方。第一，为什么智驾系统会直接朝着大货车冲过去，感觉像是突然发疯了一样？第二，这么明显的转向灯和地上的车道线，主动刹车系统 AEB 却没有进行减速操作。事后车主表示，自己智驾行驶了7000多公里了，这种问题让他突然很没信心，担心哪天自己会被智驾送命。对于华为来说，可以说 99.999% 的安全率，但对个人来说，那就是100%的灾难，一个不注意就可能出事。
不仅仅遥遥领先的智驾实际非常垃圾，本身车的质量也非常的差。除了冰箱彩电、大沙发，国产车的异响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。你听一下吧，好吵哦。我的理想车有多离谱？给你们听一听压缩机的声音。滚！能听到吗？一个压缩机嗡嗡响。从后续车主和车企的聊天记录看，车主应该是气得不行了，表示自己不敢开了，让车企售后自己来开，售后也怕，让售后帮忙喊拖车也不愿意，直接帮忙报了警。警察来了都看不下去了，这车企真的垃圾，自己花30几万买了一堆废品，这估计也只有在国内敢这么干了。国内的消费者往往比较容易接受这种情况，而国外的消费者则不会轻易放过。在泰国，比亚迪就遭到了投诉。根据媒体报道，在泰国，经销商在促销活动的最后一天，购买一辆比亚迪海豚可以获得40090泰铢，约合8009.2元人民币的优惠。销售人员表示，这次促销结束后，车辆可能会恢复原价销售。于是，泰国消费者决定下单。然而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刚买了几天，比亚迪就降价了，这让刚刚购车的消费者感觉自己亏大了。如果是在国内，消费者可能会无奈接受，毕竟是支持国产品牌。然而，泰国消费者并不买账，直接投诉到底。这次事件让比亚迪在泰国的形象大打折扣，甚至有博主对此事进行了满满的嘲讽。泰国目前有个新能源车主正在维权，就是买车的时候告诉人这个东西要涨价，结果买完没多长时间降价了，车主很不服啊，找媒体曝光，要求退钱。你疯了吧，泰国这车主！我们全世界最好的一个新能源品牌往你们泰国卖车，那是给你脸呢，你能买着就不错了。我们现在国内的订单那是遥遥领先，那工厂都生产不出来，能分些份额给你们就不错了。为什么要降价？是因为我们成本低，用料更好。我们就是要把国外所有的车企的价格都打下来。你可以不喜欢我们，但是你要感谢我们，房价都是我们打下来的。你说你瞎折腾什么？最牛逼的3电技术，全球销量最好的车，你竟然还找自媒体曝光？你在我们国内你曝光你试试，唾沫星子都给你淹没了。你说你在你们泰国能买着这么好的车，我要是你，我都天天供上，早晚3炷香，开车之前先沐浴戒斋半个月再上车。这是一个非常牛逼的精神信仰的车企，你竟然在泰国诋毁我们，人家巴西、墨西哥、沙特，这都是我们战略合作伙伴，都天天等着要车呢。没有我们，你们在泰国能买着便宜的日本车、韩系车、德国车和美系车吗？别瞎折腾啊！还不感恩戴德，天天发牢骚。我都推荐你们买这个品牌，这个品牌特别的好。不要问我为什么不买，我就喜欢买合资车，因为我是批判性的买，我就想知道合资车哪有毛病，然后我再告诉你们啊，就这么简单。有车主发视频表示，自己的比亚迪3年修了20多次，这次直接门都打不开了。结果你看门都开不开，里外都打不开了，就这3年车，就这么一点装机，看看怎么拉都拉不开，看见没？这要是人被困里头，那还出得来吗？里边都开不开，服不服？哎，锁车它能进去，哎，你看锁车它能进去，它也能打开，就开不开门？你说说没？给我开，就是不给我开啊！就这么凹，就凹进去来一点点，就都开不开了，完全开不开。比亚迪就这质量，还把国内玩消费者的那一套隔空复制到泰国。媒体表示，泰国当局已经启动了对比亚迪降价的调查，还可能会波及整个中国汽车品牌。中国车企的出海也体现了现在中国汽车的状态。在极度内卷的环境中，汽车已经快卖不动了。
当前的汽车市场环境与经济环境密切相关，几乎所有的汽车品牌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。可以说，基本上所有的车都难卖，而且情况可能会越来越糟。无论是销售火爆的特斯拉，还是在国内卖得不错的比亚迪，即便他们每个月的销量仍有几万台或十几万台，但与之前真正的销售巅峰相比，都是在下滑的。比如特斯拉 Model 3在最高峰时每个月能卖出 5.2 万台，而现在大约只有4万台，下降了超过 20%。当然，即使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，能保持这种水平也算是非常优秀了。那些所谓的传统汽车品牌，如福特和福克斯，以前一个月可能卖出几万台，现在却只有10几台甚至几台的销量。不仅是新车，二手车市场今年也大幅下滑，许多二手车商直接关门。在这样的下滑趋势中，车辆的销售数据隐藏着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。二手车库存已经非常庞大，二手车卖不动，新车的销售自然也不会好，而新车还在源源不断的生产，供大于求的情况很快就会显现。其实，当前汽车行业的处境与茅台酒的情况类似。国家政策现在鼓励大家去报废国3标准的二手车，给你几千元的补贴，实际上是因为车卖不动，需要刺激市场消费。然而，伴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，大家的消费越来越理性，越来越注重节省。无论新车价格多低，即便是一辆10万元的新车，买回来立马就会贬值几万元。相比之下，不换旧车只需要支付一点油钱、保养费用和保险费用，开得越久反而越划算。起码相比买新车，损失会少很多。因此，在当前的环境下，我认为每个人都要量力而行。经济环境不景气，赚钱越来越难，能省则省，只有省下来的钱才能帮助我们度过这个经济周期。所以，不要被广告和厂商的宣传所影响，先看看自己的钱包，再做决定。